根据法院的判决，你有义务归还齐三河1000万元。目前判决已经生效。申请执行人也提出了申请，今天送达执行通知书，还有财产申报6，请签收。我不签，法院没理由判我还钱。对不起，师母，我们只管执行，改变不了判决。但是我还是需要让你们知道一下事情的真实情况。我和郑怀山离婚的时候，他同意补偿我1000万，但是他当时手上没钱，他朋友的公司有钱。我们去公司领钱的时候，说要写个借条才能从财务把钱拿出来，但是借据上并没有写归还日期。就算是这钱是齐三河的，没有归还日期，就意味着可以永远不还。师母，那您的这个说法有证据支持吗？比如录音、照片、文字或者其他的？但是郑怀山有，在这个借据复印件上，您签字了是不是？钱也确实打到你的户头上了，对不对？是的。既然您没有证据，法院只能根据郑怀山的证据进行判决。我只是随口说一下，帮您分析案情，对错不归我管。好，随你怎么说。那我们谈谈执行吧。执行通知书、财产申报令，您还是签了吧，否则对您很不利。不就是个通知书吗？好，我签。财产申报，这个你们自己填吧，我没有。既然您已经签了，权利和义务，您清楚吗？知道。那如果您不履行的话，我们将会进行强制执行，你知道吗？好啊，看看你们能从我这儿拿走什么。好，询问结束。左琳，我不管你信不信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那1000万就是郑怀山的，不是齐三河的。那是老天对我的补偿。师母，我可以信，但是法庭上是不会接受口说无凭的。法庭，我听见你们说这词儿我就烦。但这是我们的职业。师母，法院判决的那笔欠款，您能如期归还吗？你认为呢？我想要一个准确的答案。我1分钱都不会还给他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法院会进行强制执行。师母，我不想你怪我。随便吧。郑怀山那一套我早就学会了，我不怕他。你们随便怎么查我的财产，如果你能查到，我就白坐了10几年郑怀山的牢。师母慢走。郑怀山费尽心思让你来做这个执行法官，
就是想利用你，乱了我的方寸。师母，您的风采依然不减当年。别讲好听的说了，郑怀山虽然不说，但是我心里明白，当年他就是因为你，才跟我离了婚。师母，我不接受这个说法。当然不接受。我想师母这个称呼对于你我来讲，现在已经不合适了。我好心提醒你，你那个道貌岸然的郑老师，其实就是一个斯文败类。哦，对了，左姐，我刚才对徐丹进行了午查，他名下确实没有任何可执行的财产，银行账户都是空的，名下的股票也都没有，房和车都是租的。郑怀山的前妻，多少都会耳濡目染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既然什么都没有，就终结本次执行吧。啊，中本？不，左姐，这太不像你风格了。这怎么不像？这多像啊！哎，当人跟人家离婚，给的分手费现在又要回去，我倒是觉得人家徐丹挺可怜的。郑怀山做人太不地道了。你跟左姐一直不都说，法律只讲证据，不讲情感的吗？对啊，证据呢？可执行物呢？没有啊。你们今天都怎么了？我这右眼皮老是跳不了嘞，跳的心慌。没事儿，你跟别人不一样，你右眼皮跳呢，跳财。右眼皮跳跳，好事要来到，不是要升官儿，就是快要发财了。我吃饱了。送周局了吗？您和周局各送一份。好，我跟周局商量一下，形成一个局里的意见，赵院长批过以后，就可以上报省高院了。好。哎，我还没说完呢话。这两天我一直没时间问你，徐丹的案子怎么样了？我们穷尽了所有财产调查手段，徐丹的名下没有任何财产，所以我们建议终止本次执行。中本？你们才查了几天呀？太草率了吧？如果发现新的财产线索，可以再次恢复执行。不管是中本还是恢复，这都不是儿戏。你好好想一想，当初徐丹手里那么大一笔钱，哪儿去了？他在国外是开有一家服装贸易公司的，说他名下没有任何财产，可能吗？但反正我是没查到。房子、车、股权交易、银行账号，甚至关联账户，什么都是空白的。那只能证明你们没有查到。是，就像永嘉地产一样，明明知道有钱，就是查不到。这是我失职。你看，我又没有批评你，我现在只不过是跟你探讨一种工作方式。你呀，你拿出查名山系的那股劲儿来，不要因为个人的感情
消极对待。我知道了。我明确告诉你啊，就案子目前的这个状态，就算你提出中本执行，我也不会批的。左琳，我问你，这个案子，你是不是掺杂了个人的感情进去？我承认，我是有。我没法接受我曾经的老师和我的师母因为钱而反目。如果你要是觉得我耽误了工作，你可以换了我。你少跟我来这套。如果连这么一点个人的感情你都控制不了，你还有什么资格当这个特别执行处的法官啊？回去反省。是。哎，副法官，A29案件的被执行人的父亲来了，在那个听证室等你呢，说是想见见你，跟你聊聊。好，我准备一下，马上去。怎么了？你这脸色不对啊？跟魏局谈的不愉快啊？人家是领导，我有什么愉快不愉快？郑怀山前妻的案子，领导什么态度啊？不同意我中本的建议，让我继续查。那我能做点什么呀？继续盯着本山西。其实，在徐丹身上，根本就没有必要浪费司法资源。我先去了。你等一下。领太松了，这有点影响形象。好，你这样就精神多了。自从上次相亲以后，我怎么觉得你变了个人呢？有点娘炮。嗨，我这个就算是，从里到外洗心革面。我呢是希望你能高高兴兴的，你心情好了呢，叫我什么都行。别装了，看你能装多久。有什么事您说吧。左法官，我今天来想问一问，我想替我儿子还钱，可不可以？道理上，您儿子欠钱，您并没有还钱的义务。这个我都知道，刚才这位同志都跟我解释了。我想问一下，我儿子陈爽一共欠了多少钱？36万5千。多少？36万5千。对不起，他之前跟我说，就欠了15万呢，怎么会有这么多？我相信，是您的儿子怕您担心，这说明他对您是有孝心的。
是83200元，是我刚从银行里取出来的，也是我现在所有的积蓄了。我想好了，陈爽欠的债，我来还。老先生，从法律上来说，没有子债父偿的规定，您不需要勉强自己。法律是法律，道义是道义。我的儿子，我生我养，他欠了债，有我的责任。我只想请你特批，我能不能分散的还钱？这样吧，我尽力去说服申请执行人。我相信以您的态度，他们应该会答应的。楚法官，你一定要让债主放心，我活着，我会挣钱还。我死了还没还清，就先把我的房子卖了，先还债。啊？陈永泰，我记住您的名字了。我们代表明州中院，感谢您。周法官，我走了。好，您慢走。谢谢你了。客气客气。走吧。谁来的短信啊？啊，郑老师约我晚上见面，要不要一起去？郑老师啊，郑老师哪是我想见就能见的人呀？再说了，郑老师约的是你，我去算个嘛的？谢谢老师。见到徐丹了吗？见到了。我很想听听你对他现在的印象。风采依然，双眼还是那么炯炯有神。他一定把我骂得狗血喷头吧？但是他骂您的时候，我就想到另外的画面。当初你们结婚的时候，彼此一定是对方眼中最完美的人。谁能想到，现在却反目成仇？想想当初的誓言，多么滑稽啊！不光滑稽，还很荒诞。我到现在甚至怀疑这桩婚姻是否真的在我身上发生过。所以啊，我即使遇到再爱的人，我也不会轻易说出承诺，免得到时候分手的时候，让一切都显得太丑陋。哎呀，你这话说的让我瞬间觉得自己非常的丑陋啊！老师，既然您知道师母是有一些俗气的地方，那您当初为什么要娶她呢？当初她很漂亮，而当初的我也远不够成熟。
被他的外表吸引，却忽略了我们两个人在个性、生活理念和人生追求上的差异啊。那你认为分手是谁的错？分手不是我的错，但娶她是我的错。这个扣我可以解开。钟林啊，你现在理性的有点吓人呢。所以嫁不出去啊。对了，老师，您今天不是要给我新的证据吗？不会是关于名山系的吧？我可不敢要。我希望老师您长命百岁。是关于许丹的，不是我说他坏话，但既然是借钱，就要还的，更何况还是别人的钱。其实，在我们特别执行处有一个大家的共识，那就是齐三河的钱等同于老师的钱。无论你们怎么认为，我还是那句话，犯法吗？你可以看一看，这证据有用吗？证据有没有用，是需要审查的，而且这个证据我不能收，需要由齐三河亲自提交。严谨，越来越长进了。老师，您确定要用这个新的证据吗？是的，对于这一段非常不愉快的历史，我希望以一种明确的方式进行切割。那老师，你以后还会结婚吗？不会了，但你除外。我不能除外，那可有多负之嫌啊！我会尊重你的意愿。我的意愿就是不接这个案子，不当你的打手。东西找到了吗？没
没找到。我翻遍了家里，发现几件可疑的东西。明天我一一去验证。好，这是我们打出的最后一张牌，看他的回应了。教授，这儿太冷，回屋吧。是啊，太冷了。该说的我在法院都已经说过了。你们还找我有事儿吗？希望您能主动履行还款义务，否则我们就会强制执行。强制执行，好，我同意强制执行。看看我这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你们尽管办。师母，我们已经找到新的属于你的财产线索。新的财产线索，来，说给我听听，让我高兴高兴。那麻烦您和我们下楼一趟，看看东西是不是属于您的。这个是华通保险公司的客户资料，我们从这份客户资料里面查到了一份巨额的理财产品保单。投保人不是你，受益人叫徐丹，你核实一下。你们是怎么查到的？只要是我们想查的，别说是一个小小的保险公司了，就算是银行、工商、税务，我们想要的资料就都可以拿到。师母，如果这个保单的受益人确实是你的话，我们会对其进行冻结。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！你们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！已经冻结了。师母，我说就放开我！魔鬼，妖孽，吸血鬼！当年就是因为你，就是因为你，我和周怀山的家被你给拆散了。现在他又借你的手让我倾家荡产，你们两个人是要把我赶尽杀绝是吗？啊！你不要碰我！陆川，麻烦你送他回去。好。
太往心里去。没事。我要见郑华山。时间、地点，他定。好的，我来约。我想象过很多种我们再见面的情景，但我没想到会是这种方式。你不该这样做。没办法，生意做赔了，我想东山再起，只能找你。我们有过约定。我说了，没办法。把东西还给我，让三河撤诉，1000万还是你的。郑华山，你太天真了。咱们10几年夫妻，我能不了解你吗？我只有一直抓着你的秘密，你才会听我的。你想怎么办？撤诉，那1000万留下，再追加5000万。那我们就谈一谈你说的彻底解决方法，你开个价。我说了，我反悔了，我不还价，就是刚才我说的条件。我要是不答应呢？你要是不答应，那你的秘密我可就守不住了。我不在乎，就算损失几个公司，你也拿不到1分钱。
就算你不在乎，你的死党魏全不在乎吗？你身上背了这么多官司，你苦心经营的名山系，就会因为这个秘密而崩塌？你难道真的不在乎吗？你我毕竟夫妻一场，你真的想置我于死地吗？5000万对于你来说，不是个大数，你不要说这种狠话。你既然知道我官司缠身，你也应该知道我现在拿不出这么多钱。你住的豪华别墅，怎么也值5000万吧？我要的价不高，对于你来说，这只算是9牛1毛。徐丹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你现在变得这么贪婪。你从别人身上赚了钱，给你的前妻一点儿，那不是理所应当的吗？如果你觉得5000万太多了，那就3000万，不能再少了。你已经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了，东西我已经拿到手了。郑华山，你不要再骗我了，你从哪儿拿的？以后贵重的东西，别放在超市。我想我们的谈话可以结束了，以后我们也不会再见面了。郑华山，是这个。老太，怎么找到的？我搜查了他的房间，发现了这个，根据上面的地址、箱号、密码，就找到了这个。好，老太，真不愧是干了40年的老警察了。好，没想到我郑怀山也要用这样的方式自保。
邦保险有消息了，保单已经查封，钱明天就可以划到中原执行局。扣除手续费和中途退保折扣，90%可以收回，应该在900万左右。还有什么要争取的吗？按人家的流程办吧。徐丹怎么办？